驾云飞在不高不低的高度，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。李长寿的心底思索着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，能将掌门都惊动了出来。转世身，可还是那一人？李长寿深知转世这件事啊，其实很难完全说清楚。奈何桥上走一遭，前尘记忆无存留。再临世时音容在，却已非我念中人。那已经是另外一人了。但是江灵儿一心想为晚江宇再做些什么。江灵儿这个做师傅的，当年为了找寻自身机缘外出闯荡，2个徒儿因此少了他的庇护，遭了劫难，本就有一份责任在。更何况只要找到晚江宇的转世身，告诉齐元当年真相，哪怕齐元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，心结便能够解开大半。至于师祖与师父是否会干涉晚江宇师伯转世身的命途，李长寿当初也有慎重地考虑过。人教道成奉行清净无为，大抵不会多干涉吧。李长寿所不知的是，本来有关晚江宇下次轮回之事，江灵儿已经安排得十分妥当了，甚至还多给了许多的灵石宝材，特意换了几门阴修用的功法送给那阴司小吏。万万没想到，竟又横生变故。前些时，江灵儿有2位好友前来找寻江灵儿。江灵儿的这2位好友本是要去地府办事儿，因此前与江灵儿有过约定，便顺路寻来渡仙门问问江灵儿是否一同去地府走一趟。江灵儿当时这个身子不便啊，所以呢，他就请2位好友带他带过去一些礼物，送给相托的那名小吏，并问询自己大徒弟转世身此时的状况以及所剩的寿元。江灵儿的那2位好友也是尽心尽力，他们去了地府，突然一查，那小吏给的结果却是那个有一是名为晚江宇的真灵查不到了。忘情居前，李长寿与灵娥驾云到了悬崖上挂着的阁楼，在门外做了一个道揖。忘情上人的大弟子911立刻出迎，将2个人引了进去。正厅内几个人都是面露愁容，一身青缎长袍的渡仙门空虚掌门季无忧正坐在主位上，忘情上人与江灵儿都是一身白衣白裙，坐在左侧的2张椅子上。此刻江灵儿眼圈通红，紧抿着嘴唇，但她并未让自己情绪崩溃。树灵本就弱小，且算作一味药材，有许多丹药都是以树灵所蕴含的纯净生机为引。晚江宇的真灵找不到踪迹，大概也就只有这么2种可能了，要么是被人当作药草给炼了，要么就是生存之地遭了什么劫难，他也魂飞魄散了。江灵儿一想到此处，心都要碎了。他只恨自己没有本领，当初查不到那转世树灵的下落。李长寿进阁楼时，掌门季无忧眼前一亮，江灵儿那已经有些绝望的眼底仿佛多了几分希望。也就忘情上人看李长寿的目光还是单纯的长辈对晚辈的慈祥。李长寿带着灵娥向前行礼，拜见了掌门与忘情上人，自家师祖。季无忧略微眯眯眼，点了点头，随口问候：长寿来了？是，弟子来了。没事，先处置你们小琼峰的事吧。我本来是探望忘情，不曾想刚好碰到了此事。掌门怎么像是在刻意解释什么？一旁的911顿时有些疑惑不解，在他看来，或许是掌门季无忧与这位小琼峰出色的小弟子是什么忘年之交。突然间，911又想到了李长寿的另外一重身份，
门内的奇才炼丹师。他炼制出的那种丹药在长老们中大受欢迎，甚至是一丹难求。莫非掌门也……虽然掌门并没有道虑，但看着确实是有些虚弱，霎时间就一一想到了许多。且听李长寿轻声问：“师祖找弟子前来，怎么了？”江灵儿轻轻一叹，低声道：“半个时辰前，我一好友凭传信玉符传来消息，你师伯这一世突然没了影踪，在地府都查不到他在何处，不知是死是活。长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这一世寿元本就无多，我都已连他在转世以后如何修行、如何成仙都构想好了，怎得平白又生了这般事端？可真是苍天无眼，我家老大为何要受这么多的磨难？”一旁的忘情上人伸手不断地轻轻拍打着江灵儿的手臂，温声宽慰：“这只是地府那边刚传来的讯息，事情并未真的严重到这般地步。灵儿，你莫要太过担心，还有转机的。”李长寿闻言紧紧皱眉，却并未多言，略微低头仔细地思索。他其实也想不出其他的可能。树灵本就是弱小生灵，被捕杀抓去炼丹其实并不算是什么稀罕事，只不过这种事发生在了与他们关系亲近之人的身上，多多少少有些难以接受。季无忧禁不住咳嗽两声。今日这位掌门的咳嗽程度已经相对较轻，起码不会直接吐血了，应该是元神创伤已经缓解了许多。就听这位掌门温声道：“依贫道之见，与其在此胡乱猜测，倒不如现在就派人去地府中查看。”江灵儿本自要立刻点头，又抬头看脸李长寿，目中带着几分问询。显然在江灵儿的判断中，在场主意最多的并不是掌门季无忧，而是自己这个小徒孙。弟子斗胆言说，其实掌门说的不错，此事只有去了地府之中才可以知晓。李长寿略微躬身继续道：“不如师祖带弟子前去地府之中，详细查探一番此事。”他稍后自然是用指道人与师祖一同前往。江灵儿立刻点头答应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多说什么，掌门季无忧就站起身来，很自然地一撩道袍下摆道：“那事不宜迟，咱们就启程吧。”一时间屋内落针可闻，几个人面色各异。江灵儿纳闷，什么时候掌门对小琼峰之事这般上心了？季无忧淡然道：“刚好此时忘情长老要准备渡劫，不能乱动，又刚好本掌门近来静极思动，想外出走动走动，所以刚好就去地府中欣赏欣赏风景。”李长寿满脸无语，您少了刚好2个字就理不清逻辑吗？难道？听闻此言，忘情上人与江灵儿对视一笑，各自有些莫名其妙。那平日里端庄秀美的9依依更是一双妙目，在自己师父与掌门2个人身上来回的挪动，这是一个故事。而平日里的小机灵鬼灵娥则是轻轻眨眨眼，目光在自家师祖忘情上人与掌门3个人的身上来回挪动，这又是另外的故事了。就听忘情上人道：“掌门，你还要镇守门内，不可妄动啊！此事涉及的本就是灵儿的爱徒，忘情自是必须陪灵儿去这一趟，探明此事原委。”哎，无事。季无忧摆摆手，言道：“忘情，你且放心，现如今咱们渡仙门就1个字，稳。贫道坐不坐镇意义并不大，反倒是既然这般，那此事就这般定下，半个时辰后启程，就当这是掌门令。你们2个人好好准备一番，贫道也去备少许礼物，
在阴司之中倒也有几位熟人。姬无忧言说着，已经是背着手离开了这阁楼，留下几个人面面相觑。这掌门今天这是咋的了？平日里在门内都极少走动，怎么突然就这般了呢？李长寿自是隐隐明白了一些什么，也没有多说。他对江灵儿道，自己先回去换一件衣服，就带着灵娥离开忘情居，迅速回返小琼峰。所谓的换衣服，其实只是换了一具指导人，与自家掌门这位金仙战力计量单位一同外出，若是用本体实在是太过凶险了。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动用了自己做工最好的一具指导人，将自己的气息完美附着其上，并准备了少量的备用指导人。他又叮嘱灵娥几句，让灵娥万不能泄露此事。师兄，我不能一起去吗？灵娥委屈巴巴地问。幽冥界之中灵气斑驳，且最多的就是阴煞与鬼气，你沾到了少许就会坏了道基。李长寿为他解释了几句，又不放心地叮嘱道，若师父问起我们几个人外出做何事的话，就说师兄您被师祖带着跟随掌门一同外出论道了。最近变聪明了吗？李长寿抬手揉了揉灵娥的脑壳，将她的秀发都揉得稍微有些凌乱了。好了，我这就去了。言罢，李长寿转身迈步朝着丹房内部走去，他的本体化作了一缕青烟，去了地下密室。与此同时，那丹炉前的蒲团轻轻晃动，李长寿的身形再次长出来，这个自然就是指导人化身了。灵娥眨眨眼，眼底带着几分迟疑，小声问，师兄，这个和你本体有什么区别吗？为何我完全看不出呢？李长寿想了想，简单总结道，这种指导人只是虚有其表，外表再真实也只是神通凝成，类似于障眼法，能与人斗法，又什么都做不了。灵娥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目送着李长寿的化身离开丹房。原本灵娥心底还有一些离别不舍之意，但是低头看了一眼，知道此刻自家师兄就躲藏在小琼峰的某个石头缝中。师兄这性子倒真难以言语，无法形容，太过玄妙，简直令妹叹为观止。渡仙门山门外，一朵白云载着几道身影朝东飞驰。这朵白云飞得迅速且稳当，所选路径风景优美，无凶险恶地，驾云之人一看就是老金仙了。渡仙门掌门亲自驾云赶往地府，并且不断地对身后这4个人介绍着有关地府之事，比如如何快速地前往幽冥界，幽冥界与地府的关系，地府有什么禁忌之事。地府执掌6道轮回，阴司乃万灵魂魄之归宿，并非等闲所在。不过地府也算是洪荒中的一方势力，自然会给其他势力一些颜面。大多数时候，只要有人求过去，他们稍作推诿，收些好处，卖点人情，就会利用天道赋予的权柄，略微调整下生灵轮回之事宜。所以你们不必担心，咱们渡仙门是实打实的人教道成，这份皮面自然也是有的。姬无忧在前面负手而立，侃侃而谈。忘情上人在门内修行这么久的岁月，也是不知掌门竟然还有如此健谈的一面。其他事忘情上人此刻也不能多说，只是在旁边做出倾听的模样。而江灵儿心事重重，站在忘情上人身侧，眉目间带着几分忧色，依然是在暗自焦虑。姬无忧缓缓说起了地府之来历，又引申到了幽冥界的演化。李长寿一脸的黑线，
掌门啊，您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呢？地府明明就只是上古之事啊。就听季无忧悠然道：说起这幽冥界从何而来，那就要讲那片血海，需从开天辟地时讲起了。那没事了。李长寿的辈分最低，自然就站在这朵白云的最后方，听掌门越说越带劲儿。李长寿又禁不住扭头看了眼身旁3尺之外与他并肩站着的有秦玄雅。道理他都懂，可是为啥有毒会跟着他们一起去幽冥界呢？他是跟地府阴司的哪一位阎罗判官有亲戚关系，还是能够凭借出众的外貌让此事降低些许难度？掌门这是怎么了？为何这么多的迷惑行为呢？有秦玄雅刚才过来的时候，身上还残留着闭关悟道时的道韵，明显是刚被掌门临时给喊了出来。似乎感受到了李长寿的目光，正闭目凝神的有秦玄雅睫毛轻颤，睁开双眼，她白皙的脖颈轻轻扭动，那双明亮的眸子转了过来，带着1分茫然，2分好奇，3分柔情，4分清澈，与李长寿对视一眼。随后他的视线就如同被吓到了的幼鹿，立刻朝着侧旁躲开，又留下了4分羞涩，3分紧张，2分自恼，1分欢喜。有些症状随着他闭关明显加深了许多。李长寿的心底苦笑了一声，掌门该不会想撮合他跟有毒师妹吧？作为金仙节差点来的那一夜3个当事人之一，有秦玄雅是知道李长寿底细的，更见到过李长寿指导人漏气的全过程。